波兰军队介入俄乌战争，普京下一步开战波兰。美海军正式命名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项目，预计在2028年服役。乌克兰战争暴露俄军事方案弱点。大家好，我是火力军。这期视频我们来聊聊最新的军事资讯。首先来看看波兰军队打算介入俄乌战争。最新消息显示，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已经签署命令，命令主要包括2个主要内容：一是波兰军队可以进入乌克兰境内，进入乌克兰境内的理由是保护乌克兰西部的2个地区，沃伦州和利沃夫州的军事设施；二是命令波兰军队进入战备状态，而且当前波兰参加了2项北约演习，共有18000名参与者，其中约7000名士兵、3000件装备投入到波兰境内。除此之外，波兰国防部还与美国签署了一项价值高达47.5亿美元的合同，将从美国购买250辆艾伯拉姆斯主战坦克。种种迹象都表明，波兰若是干预俄乌战场，或许可能会改变战局的走向。假设在俄乌交战之际趁机推进到乌克兰西部的沃伦州、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、利沃夫州、罗夫诺州和吉尔诺波尔州，可以说毫不费力。不过波兰最初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是消极的，为啥突然变得积极？派兵进入乌克兰境内是为了帮助乌克兰还是其他？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，如今乌克兰西部一些地方历史上曾经是波兰领土，之前波兰方面提出对乌克兰西部领土的诉求，只是这事没有获得美国公开的回应。但是波兰俄乌战争态度180度大转弯，接着美国和波兰的合作明显加强，很明显这件事已经有了一个结果。不过在2战之后，无论大小国家想轻易变更国境线已经不那么容易，其面对的不仅是冲突对方，还需要面对整个国际社会的种种约束。波兰自然也清楚，过去收回领土只是一个噱头，北约与美国这是想直接参战。俄罗斯早就宣布过，谁阻碍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，谁就是敌人。也就意味着波兰在乌克兰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会被俄军视为敌军，而且波兰军队离开波兰领土进入乌克兰领土就不受北约的保护了。普京或许会直接对付波兰军队，如果俄军不打波军，波军则会先打俄军，二者本就不对付，加上波兰又有任务在身，基本上可以预见的是，一旦波兰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，波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必有一战，而这或许会成为俄乌战争的一个拐点。看完波兰军队介入俄乌战争，我们再来聊聊美国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项目。美国航空周刊网站报道，美海军在2023年预算申请中，将2022年首次披露的进攻性反水面作战武器增量2正式更名为高超声速空射 OA-SU-W， 打算快速采办一型用于航母舰载战斗机的新型高超声速巡航导弹。 Hello 导弹最高速度至少5马赫，可以解决来自交战距离的高级威胁，使海军能够在区域拒止反介入封锁交战区域，能进行其他操作。为了应对不断发展的来自同级别对手的威胁， Hello 预计在2028年度部署。美国海军还申请9250万美元的资金，使 Hello 研发工作在2023年启动。眼看俄罗斯的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成功，国防部也坐不住了，立马同意，表示将在成熟的子系统技术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，以及开发组建或组装完整型号导弹的活动。实际上，关于超高音速的研究，美国早就开始了，比如吸气式高超音速导弹武器、空射吸气式高超音速武器概念 HAWC 计划起始于2014年，洛马和雷神2家公司参与了 HAWC 的竞标，2家公司各自拿出了自己的 HAWC 的方案。HAWC 是一种采用超燃冲压技术的吸气式高超音速巡航导弹，采用碳氢燃料作为推进剂。HAWC 在大气层内的飞行速度将达到6马赫，
具备体积小、射程远、突防能力强、打击精度高等优点。和其他高超音速武器不同，美国空军计划让 F-15、F-35 等战术机队挂载 HAWC 打击敌军纵深目标。美国空军的研发进展引发了美国海军的关注。美国海军希望加强其舰载机反舰打击能力。2021年3月，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确实发布了一份合同通知，计划开发一种试验性超燃冲压高超声速反舰巡航导弹概念。这种新型号导弹将与 FA-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相结合，提高美国舰载航空兵的战斗能力。这一计划随后被取消，但在去年8月份又重新被提及。虽然美国海军在文件中没有提及 Halo 发射平台，但美国海军更希望这种武器由超级大黄蜂挂载。这种导弹最终可能会被集成到其他海军飞机上，比如 F-35C， 但这种导弹可能太大了，无法装进 F-35的弹舱。不过，作为一种防区外武器，洛克希德的方案是允许 F-35进行外挂。了解完美国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项目，我们再回头看看俄乌战场上的那些事。实际上，在乌克兰战争中已经暴露俄军事方面弱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先来看看战争的经过。在战争初期，俄罗斯都没有完备的装备。普京最初的目的是通过一次闪电战对乌克兰军队实施斩首，但莫斯科未能调整火力以应对情报机构，也完全未能预见到乌克兰的顽强反抗。而且即使俄罗斯动用了500架飞机，但依旧在没有事先获得制空权的情况下就部署地面部队，而且地面的指挥链有问题，地面部队部署混乱，精锐部队在没有空中支援的情况下被空降到了哥斯托梅利机场。总的而言，就一句话，指挥不行。战争进入到4月份时，无人机成体系也成了俄罗斯的短板。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很多挫折在军事上归根寻源，实际上就是出自于航空兵能力问题。俄罗斯空天军无论有人驾驶和无人战机种类、数量、出动架次都没有达到战役要求。例如俄罗斯重型战斗轰炸机，现在新型的苏34只有几十架，老式的苏24有300架，但是很多没有经过现代化数字化升级，根本不适应乌克兰战场。苏25攻击机倒是不少，但是世界各国强击机现在地位尴尬，活动空域高不高、低不低，正好处于所有地空导弹的高中低打击范围。即便是苏30新型机数量也不足，只有100架左右，有少量单机双机执行任务，并不能形成强大战斗力。而且俄罗斯还没有战场监视飞机，不能持续监视战场。前几年搞了图204，也就是战场监视平台机型，追其进度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完成。俄罗斯是巡航导弹概念的发明国，自己也有很多巡航导弹武器，就是限于经费，投产列装数量少，打起仗来捉襟见肘。在面对欧洲和美国支援的防空导弹时，俄罗斯的空中力量根本无法做到有效的反击，这也是俄罗斯军队受到限制的原因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朋友认为俄乌战场的拐点在哪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下期见。